天公作美啊！到了周末，雨终于是停了。虽然还没有到阳光明媚、万里无云的程度，但总算是看见阳光了，可以给我的番茄进行整枝了。今明2天应该都是这种多云的晴天了，下周又开始下雨，所以得抓住这难得的机会。拿上我的小剪刀，开始干活。开头的这3棵可真是疯长啊，枝繁叶茂，都已经无从下手了。本来是一手拿着手机，另外一手拿着剪刀，想这样就给它剪掉的，但是发现好像很难做到了，还是拿三脚架过来，用2只手来进行操作吧。这批小麦也是今天晒晒太阳，明天把它割了。不管番茄的侧枝长得是有多多多乱，咱们只要能够找到根部，从根部的地方往上捋，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整理清楚了。这一棵咱们从根部往上走，先把底层的侧枝都给它打掉。像这种叶子和侧枝同时打掉就可以了。你像这种藏在底下的这个侧枝，然后上边又长出了很多很多的侧枝，这我们就从根部这个地方直接给它剪掉，整个给它拿下来就行了。这样抽丝剥茧，是不是越来越清楚了？我们能看到主干在这上边已经挂了很多很多的小番茄了，这儿还有一个已经挂了小番茄的侧枝，我们可以留双干。我把最下边这一条也给它剪掉，然后叶子也剪掉。你看这一条剪掉的侧枝，虽然上边也已经开花了，并且已经开始长小果了，但是不要心疼。番茄剪枝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下手一定要狠，特别是对于这些小番茄的品种，它生长能力太旺盛了，我们把侧枝给它狠狠地剪掉。其实对于樱桃番茄来说，我是比较喜欢留单干整枝的，但是丽丽通常喜欢留双干整枝，因为她觉得产量会更大一些，她也愿意给2个蔓分别的吊绳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就给她留双蔓吧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种植间距、实际情况等，自由的选择单蔓、双蔓或者是3蔓。咱们这一棵确定好要留的2个蔓之后，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，把2个蔓上所有长出来的侧枝和芽点都剪掉，像这种，还有这种。我知道有时候像这种长得比较大的侧枝，一些新种番茄的朋友可能就舍不得打掉。其实这个是最应该打掉的，因为大家看上边是有一个花序，并且已经做果了。我们如果不打掉这个的话，它上边的这串果是不会长得特别大、特别饱满的，所以坚决给它打掉。这最上边的这种小的，到另外一条侧枝，咱们快速的把这些芽点全都给它剪掉。这是另外一条蔓上边比较大的芽点，最后一个。像这种很小的芽点，因为我们现在番茄已经长得很大了，所以可以给它打掉，也可以等过几天，等它稍微长长一点，比如10厘米左右，再给它剪掉。如果是番茄苗太小的时候，这样的芽点就先留一留，让它长长一点，因为芽点多的话可以促进根的生长。番茄苗已经长得很大了，就无所谓了。看看这一颗番茄剪下来的侧枝比留下来的还要多，所以大家给番茄整枝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，就是下手要狠，一定要狠。到第2颗了，第2颗咱们能清楚的看到主干上边的果实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主要留的就是这边的主干，可能再留一条侧枝，这样的话下边的就都打掉就好了，不管它有多大。像这个我们给它剪掉，旁边的叶子也不要，还有这个侧枝也剪掉，叶子剪掉。看看这么长了，完全没有必要留。接着再来，这种小侧枝它自己折掉了，这分叉地方的这种叶子也没有必要留的。把这些草也顺便拔拔。底部那些侧枝剪过之后，剩下的这1-2条，咱们捋一捋就可以看清楚，这2个上边都挂了一些果了，所以我们就留着双蔓整枝了。确定了整枝目标之后，我们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。把双蔓上边其余的侧枝全都给它打掉，像这种，这个也是。你看这条蔓上边啊，这是一串果，这儿是一串果，然后这儿是一串果，然后这儿是一束花，下边这个芽点就打掉。再仔细找一下，这儿还有一个侧枝，也给它打掉。剩下的这一条也是按刚才的方法把侧枝都给它打掉。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这种分叉的时候，不知道到底该打这一条还是打这一条。这个时候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，就是你看它的果实长在哪儿。我们看这一个，
这串果实明显是长在这上面的，我们肯定要留这个果实，那就说明这是它的主枝，所以就把旁边果实下边的这一个打掉就行了。看看，其他这些小枝就简单了，就通通的给它剪掉。这种小番茄生长能力特别强，所以你整这么一次枝肯定是不够的，过1周的时间。或者是如果是天气暖和、雨水充足的话，可能是3、5天就得回来再剪一剪。这种侧枝长得特别快。开始第3颗了，这颗是更乱。不过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方法，从下边根部的地方开始找这种侧枝，先给它剪下来，然后叶子，咱们就这样往上捋，这种叶子，然后看看，这样这个侧枝很明显，把它剪掉。然后这儿有一个，这一条也是。其实这种从根部长出了这种土长枝，它的生长能力特别旺盛，它会从下边抽出一个特别高的一节来。这种的话是坚决给它打掉，是不是到这种程度看起来就清晰多了？现在又是明显能看到这儿有一个侧枝，这有一个侧枝，又形成了一个双蔓整枝的结构了。接下来也就简单了，剪掉2个保留的侧蔓上面的其他的这种小的分支，这边也是。这底下的叶子也给它剪一剪，顺手把根部周围的这些杂草也稍微的给它拔一下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把侧枝都打掉了，这些草也会顺便跟着长起来了。第4颗还是用同样的方式，从根部开始，下面的老叶子去掉。你像这一颗，咱们就相当于要留这一条和这一条，这条上边这种特别明显的这种要打掉的去掉。然后这儿有一串很好的果实，咱们再往上走呢，其实可以发现这个地方这个尖儿应该是以前不小心碰掉了，所以相当于我们这一条要留的主蔓，它上边的尖儿已经没了。这种情况我们就选一条侧蔓给它留着就可以了。天气太热了，手机被太阳一晒就自动关机了。咱们这一个番茄已经整完枝了，这儿留了一条侧蔓，这边留了一条。我们看到这边的果实，这儿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尖儿不小心掉了，应该是很久以前就掉了，所以这种情况下，我就从旁边留了一个侧枝。这个侧枝，看看后边还有花絮，在上边还有一些小的花絮。然后这儿有一个小的侧枝，刚才忘了打了，给它掐掉。像这种虽然尖儿没了，这果实我们还可以继续留着。像这儿长出来的这种侧芽就不要了，因为我们不想让它这一条干再继续发展了，这条就沿着这个生长就行了。我是想给大家找一个适合单干整枝的例子，下边这一颗看起来还可以，咱们试一试啊。下边的这些给它剪掉，然后叶子剪掉，这个侧枝剪掉，这种土长的侧枝剪掉，然后下边还有这种叶子剪掉。这个是旁边的那颗番茄，它的侧枝都已经长到这儿来了，我们得看清楚了。它自己上边的这种小侧枝也先剪掉，这种剪掉。我先把旁边的这个番茄的侧枝给剪下来，不然它在这里面太碍事儿了。行，现在就很清楚了，咱们往上捋，这是一串番茄，然后这是主干，咱们再往上，然后像主干上边很明显的这种不需要的侧枝我们剪掉，还有上边的这个剪掉，这种小不点儿也可以先给它剪掉，还有这样其实就行了。如果想留单蔓整枝的话，就留这一条；如果想留双蔓的话，我下边这儿还保留了一个给大家演示用的，这一条也可以留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一条也可以不留，是因为它这个节点长得有点长了，并且它上边目前只有这么一个很小的花絮，所以没有那么强健。我也可以不保留它，就留这么一条单蔓，让它继续往上长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把它剪掉。看，就这样留一个单蔓整枝。如果我们要是吊蔓弄得足够高的话，像这一颗番茄现在已经有了三串果实了，然后后边尖上这儿还有花，也就是说到这么高的这种高度就已经有4串果实了。
如果掉到顶上长个10串或者10多串的果实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种单蔓要比双蔓和三蔓整理起来，还有后边维护起来，还是要简单的多。所以说呢，不同的整枝方法，它是有不同的适应场景的，没有对错之分。特别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种单蔓、双蔓还有三蔓整枝，没有说什么一定是对的，什么是一定是错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只要你遵循了一种办法整枝了，就是对的，然后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整枝方式就行了。整枝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现有一些黄了的黄叶、老叶或者是病叶，也及时的把它打下来。如果根部周围有草的话，也是尽可能把它拔掉。按照我一般的经验来说，留单蔓通常都会有很好的果实，也就是果实的质量会比较好。同时呢，你维护管理工作要少很多。你像你单蔓整枝也容易，看起来也清晰，然后掉蔓的时候也是只掉一根就行了，省了一半的工作量。然后因为果实营养都是集中在这一条主蔓上的果实上了，所以它的果实会长得非常好的，商品性会比较好一些。如果你留双蔓的话呢，那可能就稍微的麻烦一点，但是我发现双蔓的产量确实是，尤其是对家庭种植来说，它的产量确实是要大一些。然后三蔓对于这种小番茄来说，我其实有点不太建议，因为它的整理起来太麻烦了。它的产量应该还是比双蔓要稍微高那么一些的，但是能明显发现果实的质量还是要差一些的。而且后续的这个持久力，你的水肥一定要跟上，特别是肥力要不停的追肥，否则的话，还不如干脆就留一个双蔓就可以了。刚才说水肥啊，就是这2个字连起来说习惯了，也就是说你施肥之后是一定要浇水的。但是对于番茄来说吧，其实番茄是一种不太需要浇水的植物。当我们种下番茄小苗，它已经长起来之后，长得旺盛了，基本上这些番茄是不怎么需要浇水的。像我这些，你看我今年连滴灌都没铺，我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给它浇了大概2、3次吧，也就是定植的时候浇了定植水，后边又给它追浇了2、3次水，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实在是太旱了。后来基本上就没管它，一直是特别旱，直到最近的这1周才开始连续的下雨。这些番茄也是长得特别好。所以说种番茄还要记住一点，就是少浇水，不用浇那么多水的。刚才有一点还没有说，当番茄已经挂了很多果实，果实开始膨大之后，我们应该是尽量避免浇水的，因为你浇水过多的话，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就是它会裂果，另外就是你将来番茄成熟了之后，它就不够甜了。但是有时候我们这种露天种植的，它要是下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这也是为什么你要想种出特别好的番茄的话，那还是得有大棚，就是上边有东西罩着，这样的话雨季的时候就不至于有过多的水了，这种浇水是可控的。我给大家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在棚里种植的时候是有滴灌的，我滴灌可能每天会开个10分钟，但是一旦番茄开始挂果之后，我通常都是把滴灌给它关掉的。关掉之后，可能1周也不会浇一次，有的时候2周才会给它浇一次。番茄真的是不需要太多的水，别老是给它浇水。浇水的话，裂果、徒长，然后果实不甜，缺点还是挺多的。今天给大家演示整枝整蔓，并不是推荐大家当番茄的枝蔓长得这么多、这么乱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去详细给它整理，还是应该稍微早一点。早一点的话会容易一些。比如像我这一批的话，如果我在1周前或者是10天前的时候给它进行整枝整蔓，那个时候就要快多了。我可能这个功夫已经能弄完多一半了。但是如果等到今天这种程度呢，那时间上就有点浪费时间了，因为整理起来有点麻烦，太慢了。另外，多少这些侧枝也会消耗掉一些养分的。不过怎么说呢，大家不用太在意它这种侧枝消耗掉的养分，因为你要想啊，它长侧枝的同时，它的根也会长得更旺盛，所以两相就抵消了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就是你早点整枝，晚点整枝，其实问题都不大。但是我不建议你过早的整枝，也就是说，它小苗的时候，如果刚长出2、3个分枝，你就去整，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的。等它长得高大一点，分枝多一些了，
或者说有足够多的分支，比如长到10到15厘米以上了之后，你再考虑把这种侧枝打掉一些。太早的话，影响它这个扎根还有根部的生长。另外，如果大家经常做这种番茄的整枝整蔓工作，你就会发现，等番茄稍微长大一点，它的单蔓也好，双蔓也好，或者是双蔓也好，也就是说你想留几条蔓，就按它自然的生长态势就行了。其实很容易就能区分出你到底这一颗番茄该留1条枝蔓更好，还是2条枝蔓更好，还是3条更好，选择起来会轻松一些。太小的时候你不太容易看出来。另外就是我不太建议留那些离根部太近的侧蔓，如果要想进行双蔓或者是3蔓整枝的话，我们最好保留的就是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串西红柿已经明显看到它做果了，在这一串果实下方那一条比较粗壮的枝蔓，我们可以把它留下来作为第2条枝蔓。比如说像这一颗，我们能明显看出这个是主蔓，然后上边长了好多的侧枝。我们要想留双蔓整枝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第一串果实，就是这一个。我们可以保留这果实下边这一个比较粗壮的，给它留起来。当然，如果不保留的话，像这一颗做单蔓整枝也是挺合适的。这一颗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从上往下进行整枝整蔓，这样给它剪，侧枝剪掉。然后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可能要留下来的，先留着。然后这个剪掉。这个剪掉，这个剪掉，然后这边剪掉。这条侧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离根部太近，几乎就是从根部的土壤这个地方长出来的。像这种的话，我一般是不保留的，我把它剪掉。要想留双蔓的话，就是刚才说的果实下边的这一个长得比较粗壮的，我们把它留下来就行了。咱们再来看一下前边刚才整理过的，看看是不是一下子就稀疏了好多了。这是后边没整理过的，好多朋友可能觉得哇，你后边的这个长得太好了，可能要留后边这样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像前边那种长得稀稀疏疏的果实才会长得特别多特别大。真正种的好的西红柿应该就是枝蔓特别少，但是上边挂的果实特别多，一串一串的，等到它快要成熟的时候，你看上去全是果实，那就是最好的状态了。刚才整理的基本上都是小番茄、樱桃番茄的品种，后边再往后一些会有大番茄的品种。我先把这些小番茄品种都整理完，等到大番茄的时候，我看看有3蔓整枝的时候，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现在我先以干活为主了，毕竟这种晴天不下雨的周末还是很难得的。如果干不完的话，又得等下一个周末了。像我几年前做这种整枝整蔓的工作还没有做这么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纠结的。不过现在整起来基本上就没啥可纠结的了，就是上来就剪。我感觉做什么事情都是真是经验非常重要，同时熟能生巧，巧能生精。你就感觉一个事情做熟了之后，经验非常丰富了，实践的次数足够多了，它在你眼里边看到的跟曾经看到的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感觉我这些小番茄品种的中间好像是有一颗大番茄，这一颗我先暂时也给它留一个双蔓整枝吧，还看不太出来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番茄。咱们来看这一颗的情况啊，我前面说的就是离根部太近的分支，我一般不保留。那个其实也不是绝对的。你像我这一批番茄，因为我是挖的坑比较深，是斜着种的，也就是种的时候它其实苗已经很大了。这样的话，整个茎部有很长一段都是埋在土里的。这个时候，你像现在这种情况，它就会有一个主枝和从土里边长出来的另外一个分支都已经很大了。你看，这一个是挂果了，另外这边也是挂果了。像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就可以保留这样的很明显的挂果的2条分支，用来作为双蔓整枝。来，我把其他的这种小的侧枝给它打掉，打掉之后看起来可能会就更清楚一些了。看看这种土长枝还是挺多的，又高又长。看这个挂果实的这边这一条就清晰了，下边的叶子再给它剪掉一些。一般是果实膨大起来之后，我下边的叶子就都不留了。现在是另外一边，这种直直的给它打掉，这种也是很明显打掉。
你看这一串西红柿，乍看起来还以为长在这个小侧枝上，但其实它并不是，它是长在了这里这个主枝上这个地方了。这个就打掉就行了，从这儿给它剪下来。这儿还有一个差点被忽略掉。仔细看这一串番茄下边这一条侧枝，看看长得高高大大的，上边这儿也是挂了一串果实。果实已经有小西红柿开始生长了。如果我们要真的想留3蔓整枝的话，像这种小番茄，那也可以保留这一个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一颗番茄就是3条蔓，1、2、3。我其实是对小番茄是不太喜欢用3蔓整枝的，将来管理起来还是麻烦。刚才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看看这些不定根都已经长出来了，还有像刚才我剪掉的这些，它其实挨土或者是挨这些麦秆比较近，招水的地方就会经常长出这种不定根来。我们有的朋友也会给它培土啊，或者是把一些番茄的蔓落下来之后给它压起来，促进不定根的生长。这样的话对它的生长也是有一定的帮助，有一定好处的，能增加养分的吸收。而我往往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，就是做了这些工作之后，通常都会增加时间，增加额外的工作量。而这些额外的投入是不是真的那么有价值呢？对我来说呢，这种压蔓、促进不定根生长这些工作，可能是性价比并不是很高，所以我一般很少做。我以前做过的是，像我不铺稻草或者是不铺地膜的时候，我可能在根部给它施点肥，施完肥之后，我会用一些堆肥土把根部稍微埋高一点，也能有一定的促进不定根生长作用。那个就是和追肥的同时进行了。但我现在一般都用麦秆或者是铺地膜了，所以也不做那样的工作了。像我主要是施肥的时候，就是把这些麦秆给它弄起来，在它根部15厘米左右的地方给它挖一个小沟，这样把肥给施进去，然后把土盖一盖，再把麦秆给它盖回来就行了，不会给它额外的压这些蔓呀，或者是根部再给它培土了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是特别愿意的话，这些工作也可以做，这就像整枝整蔓一样，很多方式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觉得适合自己，就去做，没有什么对错之分。看这麦子还真的晒了一上午，都晒干了。今天这活干的是稍微有点慢了。一是这些西红柿实在是侧枝太多太乱了，第二也是因为要拍视频，拍视频的话还是要耽误不少的时间的。现在差不多已经弄了有1个小时了，大概有一半多了吧，可能还得需要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把这些番茄全都弄完。不过能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呢，稍微多花一点时间也还是有价值的。终于就剩下最后几颗的小番茄了，进展还算迅速。这颗不记得是什么品种了，但是看现在长出来的番茄和去年的草莓番茄挺像的。这些都给它打掉，看这生长趋势确实像是草莓番茄。这颗番茄呢，像这个侧枝都已经挂果了，这是剪枝剪的是太晚了，但是我们也没必要保留它，把它剪掉就行了。这种就不要了。其实如果在它开出第一花序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进行整枝整蔓的工作，那个时候会更好一点。剩下的呢，还有2条侧枝，1条主枝，我们可以都保留下来，也可以剪掉其中的1条。比如现在我把这条就给它剪掉了。看现在就是双干整枝，留了1条主干，上边已经结了好几串的番茄了，都已经膨大了。另外的1条上面也有花序，看看在这个地方也有小番茄了。大家可以来看一下，这就是连续下了1周雨的结果。通常情况下，番茄浇水浇太多了，就会有这样的裂果的现象出现。这种长得比较小的，整起枝来就容易多了，剪几刀就搞定了。看这颗也是，咱们给它留一个单蔓的吧，就这么剪几下。好了，这就行了。小枝，这侧枝长得真是太疯狂了。不过剪侧蔓的过程中也是挺解压的，这一刀一刀的。这枝叶太多太密了，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生虫子。我已经看到有一些肉虫子，还有一些虫卵在叶片上面了。这一株呢，破天荒的咱们留了一个4蔓，估计到时候掉蔓的时候会麻烦一些。
西红柿的病虫害其实还是挺少的，尤其是我们把它的老枝老叶还有这些侧枝整理好之后，让它能够通风透光，这样的话虫害就会更少了。不过我们还是给它，比如说喷一些苦楝油啊，做一点基础性的保护，这样还是会好一些。后边如果你看到有菜青虫的痕迹的话，那个时候就得用点多杀菌素喷一喷。还有就是到秋天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发现叶片上会有很多的斑点，这就是真菌感染的痕迹。那个时候我通常会给它喷一点有机的溶剂，这样的话就能够抑制住真菌感染了。这些也是有机菜园常用的办法了。其实当果实长起来之后，你尽可能的把那些老叶、病叶及时的去掉，就能很大程度上抑制这些病虫害了。来看看这一颗，这番茄已经长这么大了，都有点发黄了，应该很快就能吃了。我们现在还连蔓都没给吊起来呢。这个番茄像这种就是很明显的侧蔓，我们要打掉的，就给它打掉不要了。剩下这个地方还有3条，我们可以保留这3条侧蔓，也可以剪掉其中一个。比如说剪掉这条的话，那就留这么2条，让它变成双蔓整枝。像旁边的这一个，它是从根部窜出来的，看看它这个节有多长，太长了。像这种虽然有花序，但是这种的话，我通常都是不建议你保留的。如果留3蔓的话，整枝也不留这一个，把它去掉。然后我们要保留3干整枝的话，接下来就是把3干上边所有的侧枝都给它打掉。我这纯属就是给大家做一个3干整枝的演示。其实因为我种的间距是比较密的，2颗番茄之间大概就是30厘米左右，所以这种情况下，其实我留双干整枝是会更好一点的。再看这颗，这种侧枝一碰就掉了，直接给它剪下来，然后老叶子也剪掉。像这个底部钻出来的，和刚才说的一样，把它去掉不要了。然后上边留这么2个做双干就行了，把其余的双干上边的小的侧枝也全都给它打掉。这颗刚才看的其实不是特别清楚，它这里边看这儿有1条、2条、3条，现在是有3条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做成3干整枝，也可以把其中这一个长势比较弱的给它直接去掉，就变成了双干整枝。我就不留那么多3干整枝的了，把这其中1条去掉。咱们再来看一个吧，这颗大番茄，不管我们是双干整枝还是3干整枝，这一条首先要给它剪掉的。然后剩下的部分我们再来看，果实在这个地方，这有一个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。如果留双干整枝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留这2条；如果留3干整枝的话，这1条也可以留下来。但是对我来说，目前这种情况双干会更合适。我把这些侧枝还有刚才说的这1条都给它剪掉不要了。再来看看，这样明显的2条主干就有了。再把要保留的主干上面的侧枝给它剪一剪。这条，这地方还有1条。行，这就完事儿了。看看，这就是双干整枝了。然后我们看这第1穗花序做了1个果，像这种情况下可以把这个果给剪掉，而且你看这果的质量也不是很好。如果你不剪想保留的话，其实问题也不大。我其实完全就是顺手做了这么一件事儿，你没有必要专门为了剪掉第1穗花序或者是第1个果实来做这个事情。你看看我这些也都是第1穗花序结的果，膨大的都很好，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你留着它是没事儿的。你看这种看着跟草似的，其实是小麦的种子发的芽儿。我们铺麦秆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的，会长出这种小麦的苗来。不过通常你不太管它的话，问题也不大。我们看到了，还是就把它拔掉吧。看看这些都是拔掉的。行，我们后边剩下要整枝的番茄数量也不是很多了。如果我碰到某些特殊的情况，觉得特别适合给大家展示，那我就再给大家拍一拍，展示一下。基本上我们看到的示例情况已经是足够的多了。整完枝了，还是挺累的。饭也做好了，可以回来吃饭了。今天是辣白菜炒五花肉，然后有菜园里边摘的生菜，还有紫苏。这是韭菜蛋花汤。小鸭子们也都饿了。下午的天空明显是放晴了很多，乌云已经很少了，
已经能看见蓝天了。中午吃饱饭之后也有力气了，这些大番茄整理起来明显是快多了。看看这些，有单干整枝的，有双干整枝的，也有3干整枝的，基本上弄得都差不多了。后边还剩下有5、6颗的样子，应该很快就弄完了。后边大番茄呢，我普遍是以双干整枝为主的，看看就像这个样子，留2条主干。后边这些番茄整理起来也更容易一些，因为个头更小。你像这颗，我就可以一个手来做了。看，就是这样把它下边的侧枝打下来。这儿长了一个西红柿，我可以留这一条和这一条，那就变成了双干整枝了。然后往上看呢，像这种侧枝给它打掉，这种小的也给它去掉，这就可以了。很小的一颗双干整枝。下边这一个也是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像这种小一些的，明显整起枝来就快多了，看着也清晰多了。这一颗呢，我们其实是可以给它留一个双干或者是3干都可以，因为这一颗是有点太小了，我还是留一个双干吧，把这个打掉。现在留这么2条干，这种小的侧芽给它打掉。像这个地方呢，花序在这儿，所以把它下边的这一个侧枝我们打掉就不要了。好，拿过来看一看，这就是很典型的双干整枝了。这一颗也是同样的操作，下边的叶子可以打掉，然后这种小芽打掉。再往上一点，明显有2个主干，然后只要把这种小芽给它打一打就够了，也可以过几天再打，不用太着急了，这就行了。这后边还剩几颗长得比较乱的，像这种下边的直接剪掉，剪掉。再剪，这个分支已经挂果了，我把它下边的这个就剪掉不要了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挂果的侧枝，我把果实下边的这个枝打掉。看看这个双干距离插的有点远，因为长得实在是太大了。把这种小侧枝再打一打，下边还有侧枝，还有这种靠下的叶子，打掉之后能看得更清楚一点。这地方这一串果实基本上没怎么做果，就剪掉不要了。然后上边这串就等它长了。另外一侧这个果实膨大的稍微好一点，然后上边这儿还有一串，这样的话这2个枝干结果就行了。倒数第2颗了，这是更复杂的一个，我们就大刀阔斧的剪掉，剪下来。现在西红柿长了很多虫子，我到时候调点除虫菊酯和苦楝油，给它整体的喷一遍。这花序下边的这个侧枝打掉，这骨架逐渐清楚了，再剪掉一个。看看这一条上边还有3个枝干，3个枝干呢，这边还要打掉一个。这儿可以明显看到这一串的花序在这儿，所以把它下边的这一个打掉就行了。看看这就变成很清晰的双干整枝了。哇，终于到了最后一颗了。这最后一颗结了一个挺大的西红柿，看看这个地方，我们从根部往上看，先把根部周围的这个侧枝给它剪掉。看看又是特别大的一根，这完全没有必要保留。剩下的呢，就可以看到果实旁边，哎呀，这碰掉了。看这旁边，这有一个干，这儿有一个干，这就是还是双干整枝。然后前边的这条干，我们把这个侧枝就给它剪掉了。另外一条上边的小侧枝再打一打，看看又变成了双干的结构了。其实整理熟了之后都差不多，都是类似的。再往上走呢，看看这儿还有一个分叉，这个分叉这里也可以打掉，拿上剪刀剪下来。这西红柿整枝整蔓的工作这样就做完了。看看抬起头来，看看远处郁郁葱葱的玉米，再加上蓝天，还有树木、白云，还是挺漂亮的。剩下的工作还有搭架、吊蔓、施肥等等，这些工作我就等到明天再做了。明天和丽丽一起看看能不能把这些活都给弄完了。